本期内容简要学习下区块链、通证经济的概念、共识价格的形成过程，不断学习吸收知识的重要性。概念简要普及。广义来讲，区块链技术是利用块链式数据结构来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利用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方式。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账本，区块链网络系统无中心的维护着一条不停增长的有序的数据区块，每一个数据区块内都有一个时间戳和一个指针，指向上一个区块，一旦数据上链之后便不能更改。该定义中将区块链类比为一种分布式数据库技术，通过维护数据块的链式结构，可以维持持续增长的不可篡改的数据记录。该技术特点：分布式存储，持续不可篡改，准匿名性。通证 token 是可流通的加密数字权益证明。通证经济 token economy 普遍指代使用虚拟货币或加密的资源使用权等，具有可塑性与唯一性的交易媒介进行激励的，特别是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大规模协作，通过参与者共识形成自组织的经济体。High Network 共识价格的形成过程。现阶段共识价格的形成。提到现阶段的共识价格，就不得不再次提到各类易货商城，因为现阶段 High Network 尚未映射主网公链，派币暂时还是属于对于矿工贡献计量的技术级数字，或者说是项目方的空头代币。现在形成的共识价格，可以说是派有对于未来项目的期待贡献。那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实际上，现阶段的易货价格都是卖方自定的。美国暂时派币共识价格100派，国内100元派。其实我是不太认可国内这个价格高度的，说它不是共识价格吧，起码有交易量，虽然内转派友很少，但是有一部分交易量。在基础币概念普及之前，部分派友还是后悔易货太多的。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价格差异是由于物价差异造成，这就涉及另外的问题了，和劳动力成本有关，和货物品类有关，以各国本身为背景进行对比，大宗货物物价差异不大，所以个人感觉国内现有共识价格不高，不过还是佩服的，毕竟也是对生态的建设做了自身所能做的贡献。另外现阶段还有一个共识价格，尽管项目方明令禁止现阶段的派币交易、账号交易，但是还是阻挡不住这种状况。新闻来源也好，社群见到的也好，撇开真假不谈，总的范围在10元派、100派之间，这个价格的形成范围就更小了。在我看来，这都不能称之为共识价格，倒是可以称之为割韭菜。这个行为谈不上好坏，只能说是周瑜打黄盖，在项目发展过程中出现是必然的，在这里只能奉劝买卖双方各自安好，小心被骗和封号处理。未来共识价格的形成。据 IBM 公司更深的蓝，根据数学模型运算9次预测显示，派的实际价值在120至150美元之间，可能逼近200美元，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当年莱特币也是用 IBM 的服务器集群运行模型模拟的。在 APP 社区聊天中，管理员也不予拿好自己手中的派币，可见其信心。未来共识价格的形成肯定不是项目方定的，也不是靠 IBM 公司数学模型运算定的。个人看法的话，未来会从2个方面来共同促进共识价格的形成。第一方面 ，High Network 生态中的共识价格，经过各类易货商城也好，将来上线的游戏平台等生态应用也好，在其中消费派币或者收入派币，在所有派友心中会形成一个心理价位。第二方面，项目2021年底前映射主网上公链后，社群管理给予消息宣布，紧随其后会上线交易所，而在这之后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初始价格高于大部分派友预期的话，机构资金、各类公司资金、大户资金一窝涌进交易市场，全力收购。这个高价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等到大部分派友交易了自己的出货数量目标，获得一定量的资金，各大机构、公司也获得了一定量的派币，暂且先不论这个量是否达到其目标，这里也不讨论之后的走向，无法预测。初始价格低于大部分派友预期的话，基本都会拿住手中的派币，而这并不会造成交易的停滞，肯定会有一部分继续资金应急的和没有认真了解项目愿景的派友进行交易出货，尽管也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但本着应急和落袋为安的想法，还是会出货。这种情况肯定没有达到买方的预期数量，紧接着可能会出现捏造负面消息压价，逼迫恐慌出货，缓慢抬升买方价格的操作，也只能减少其成本，最后还是会价格提升，收购至其预期数量目标。不管哪种情况，都会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价格。综合以上2方面，这才会是派币未来的共识价格。当然了，
不是说两个共识价格，应该说是互相促进。生态中形成的心理价位高会提升派友信心，即便交易所价格极低，也不会恐慌出货，出货还不如留着在生态中消费。当然了，相信将来生态中的价格和交易所的价格会是统一的，否则就乱套了。所以就显示了现阶段生态落地的重要性。另外，既然提到了共识价格，就不能仅仅局限在派友这些人中，要扩大影响，提高共识度，上交易所还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不过让我说的话，理想健康的情况应该是生态价格指导交易所价格，后期各种消息面轻微影响交易所价格区间震荡，实时反馈给生态，形成闭合。交易所更多的是充当货币类型兑换的工具，在上交易所之前 ，High Network 各类生态应用的接入落地，提升了派友的眼界和价格标线。在上交易所的话，那就是卖方市场了，价格太低，看不上转头，就在生态中深耕了。对于项目长远发展的好处也体现在这里。毕竟 High Network 愿景是以生态为主的，期待下区块链 3.0 时代吧。3. 机遇来临，还需自身努力匹配，否则机遇只如彗星划过。2009年，比特币来到世界上，一闪而过，至今已12年。2014年，以太坊的出现再次冲击大众眼界，至今已7年。相信肯定有人既前期挖了比特币，又挖了以太坊，然后一上交易所转手就出货，只管傻傻的挖，什么也不去了解学习，看不到发展趋势，沉浸在薅羊毛的快乐中，心想反正赚了就行，想说不后悔都不能硬气的说出来。难道能说机遇没来过吗？只能说你把握住了突然来临的机遇，比别人先了解到新事物，不学习只能落个薅羊毛的名。学习预测了发展趋势的人得到了投资者的美称，这就是区别。转手就卖的羊毛，就是彗星划过留下的致美划痕。最后讲这些倒不是为了宣传鼓劲儿，应该说在各类新事物上都应该有这种态度。如果做到了，可能还会多很多微商、新媒体、主播等等。有了了解和加深的学习，才有判断和个人预测，才能形成个人的心中目标，做到有的放矢。我是高恩，各位朋友请点赞订阅小铃铛，下期再见。